今天我手上拿着的这份报告里有一个数字，我必须先念给你听。207吨，这是中国一个季度的金条金币购买量，打破了2013年保持了13年的历史最高纪录。更夸张的是，全球一个季度的黄金总价值第一次突破了1930亿美元，一个季度1930亿。但就在同一个季度，美国的黄金需求崩到了过去10年季度均值的1/3，中国疯狂囤金，美国大幅抛售，印度发生了26年来从未有过的结构性翻转。这3件事发生在同一个季度，同一份报告里。接下来这10几分钟，我会带你把这份报告里最关键的东西拆给你听。你会知道，第一，1月份金价为什么冲到5405美元的历史最高，又为什么暴跌15个百分点？第二，中国207吨这个数字到底意味着什么？第三，印度为什么第一次出现金条快要追平珠宝？第四，美以对伊朗那场军事行动怎么一夜之间把美国 ETF 打出85吨的单月流出？第五，央行还在不在买？第六，普通人现在该看哪些数据？我是好投资的数字主播，专门给你解读全球黄金、白银、石油宏观这些一手研究报告。今天解读的是世界黄金协会，也就是 WGC 在4月底刚刚发布的 Gold Demand Trends 季度系列，一份全球主报告加一份美国专题加一份印度专题，3份报告我都读完了，今天一次性讲清楚。先给你一个全局画面。2026年第一季度全球黄金均价是每盎司4873美元，这是历史季度均价的最高纪录。整个季度黄金回报 6%， 1月份冲到每盎司5405美元的历史最高点，3月份从高点跌下来大概 15%。 全球总需求加上场外交易是1231吨，同比增长 2%。但是因为金价高，价值同比涨了 74%， 到1930亿美元，这是一个全新的记录。好，咱们正式进入第一章。这个数字是什么概念？ WGC 报告里的原文是 Generate IC 4% Jumping the value of quarterly demand to a record US 1美元93 BN， 1930亿美元是一个季度全球所有形态的黄金需求加在一起的市场价值。我给你拆开看，金条金币这一项季度需求474吨，同比增长 42%， 是有记录以来第2高的季度，价值是740亿美元，历史最高。报告里特别提到一句，过去5年金条金币的季度平均价值大概是230亿美元，这个季度直接冲到740亿，3倍多。ETF 这边加了62吨，听起来不少，但是和去年同期那230吨比掉了一大截。报告里写的是 7th consecutive quarter of positive demand， 全球黄金 ETF 连续第7个季度正需求，但3月份美国基金的流出把1、2月份积累的流入抵消掉了一大半。珠宝是300吨，同比掉了 23%，是新冠疫情2020年第2季度以来最低的一个季度。但是因为金价太高，珠宝的市场价值反而涨了 31% 到470亿美元，也是1季度的记录。央行净买入244吨，同比增长 3%， 环比增长 17%。 买的最多的是波兰31吨，乌兹别克斯坦25吨，中国人民银行7吨。卖出的也有土耳其大概卖了70吨，俄罗斯和阿塞拜疆主权财富基金 SOFAZ 各卖了22吨，科技用金82吨，同比涨 1%， 其中电子板块69吨，同比涨 3%， 是2021年第4季度以来最高的一个季度。报告把这个归因到 AI 基础设施需求，供应这一边矿山产量885吨，同比涨 2%， 1季度历史新高，回收366吨，同比涨 5%。 你需要知道的，这个季度黄金的吨数只是温和增长 2%， 但是价值暴涨 74%。 这2个数字放一起看才是这份报告的真相。金价涨太快了，全球黄金市场的钱包鼓了70%多，但实际买进口袋的金属只多了一点点。
你可以做的，你打开浏览器，输入 gold.org， 点上面的 research 栏目，找 Gold Demand Trends， 最新一期是免费下载的 PDF。 你直接翻到第2页那张 summary 表格，左边是吨数，右边是金额，你把那2列数字对着看一遍，就能马上看出来这个季度全球黄金市场到底贵在哪。讲完第1章，咱们停一下。如果你觉得我讲的这种一手报告一份一份带你拆的内容有用，请你现在点一下订阅按钮，再点一下小铃铛。我每周会把 WGC、Silver Institute、IEA、IMF 这种全球一手机构的最新报告一份一份给你解读，全部免费，全部中文。订阅一下，下一份报告出来你就不会错过。中国金条金币这个季度的数字是 206.9 吨，我说话方便就讲207吨，同比增长 67%。 报告里直接用了这个词 record， 是有史以来季度最高纪录。这个纪录之前是谁创的？是2013年第2季度的155吨。我给你一个时间感，2013年第2季度是什么时候？那是当年4月份金价历史性闪崩，中国大妈一夜之间冲进金店把货架买空的那个季节。那个季度是中国老百姓抢金抢出来的记录，保持了整整13年。这个季度207吨，比那个传说中的记录又多了50多吨。报告里还有一个细节，原文是 Market feedback suggests that some popular smaller investment items ran out of stock in January and February。 1月2月份热门的小规格投资品一度脱销，中国珠宝这边85吨，同比掉 32%， 但是价值涨 16% 到130亿美元。原因 WGC 也写了，报告里原文是 The rich reform gold jewelry introduced in Q4 also continued to benefit the segment, diverting some investment-motivated gold jewelry buying towards bars and coins。 2025年第4季度引入的珠宝 7% 增值税改革，把一部分需求从珠宝挤到了金条金币。你需要知道的，中国老百姓这个季度做的事，用大白话说就是金价越涨越买，越买越要纯金，不要加工费。买金条不买项链，因为金条没有那 7% 的增值税，回头卖出去也方便。你可以做的，你打开 WGC 全球主报告的中国章节，那一页右边有一张柱状图，把中国金条金币从2010年到现在每个季度的数字都画出来了。你看那张图，2026年第1季度那一根柱子比左边所有柱子都高出1截。你看完那张图，你对历史记录这4个字会有完全不一样的感觉。第2章结束，但是中国买这么多，是不是亚洲都在买？不是，印度的故事比中国还要奇怪。印度这个季度的总需求是151吨，同比涨 10%， 价值22750亿卢比，约合250亿美元，同比涨 99%。 1季度历史记录，但真正炸裂的不是这个总数，是结构。我念3个数字给你听。印度金条金币62吨，同比涨 34%。 2013年以来1季度最高，印度 ETF 20吨，同比涨 197%， 历史季度记录。报告里写的原文是 Q12026 was a record quarter for Indian gold ETFs。 印度 ETF 的资产管理规模 AUM 达到17000亿卢比，大概185亿美元，同比涨 191%。 印度 ETF 这个季度占了全球 ETF 需求的 32%， 全球第2，仅次于中国。印度珠宝66吨，同比掉 19%， 但价值9990亿卢比，同比涨 47%， 也是历史1季度记录。现在请你看这2个数字，金条金币62吨，珠宝66吨，这2个数字几乎一样高。报告里写得非常清楚，原文是 Investment demand rose to nearly 0% of total demand in Q1, while jewelry's share fell to around 3%, the lowest level in our data going back to 6000。 投资类需求占了印度总需求的 70%， 珠宝只占 30%。 这是从2000年有完整记录以来珠宝占比最低的一次，金条金币几乎追平珠宝，这是印度有史以来第一次发生。报告里还有几个数字补充背景。印度国内金价
MCX 季度均价是每时刻151108卢比，环比涨 20%， 同比涨 81%。 历史记录，印度银行的零售黄金抵押贷款余额达到43000亿卢比，同比涨 124%。 RBI 也就是印度央行的黄金储备稳定在大概880吨，黄金占外汇储备的比例从 12% 升到了 17%， 主要是估值提升带来的。 Q1 进口186吨，同比涨 58%。 印度媒体怎么形容这个季度？ Safe haven reshapes India's gold market， 避险冲动重塑了印度的黄金市场。你需要知道的，印度这个被全世界叫了几十年珠宝之国的市场，这个季度第一次表现得像一个投资之国。普通家庭也好，机构也好，他们买金条、买 ETF， 用黄金抵押贷款的速度第一次超过了买项链、耳环、嫁妆的速度。你可以做的，你下载 WGC 的 India Focus 那份8页报告，翻到那张 Investment vs Jewelry Share 的饼图，你看2000年那一张，珠宝是绝对主角。你再看2026年第一季度这一张，投资和珠宝几乎平分秋色。两张饼图放一起看，你就看懂了什么叫结构性变革。中国和印度都在疯狂买，可是同一个季度，地球的另一边发生了完全相反的事情。美国这个季度的总需求是 33.1 吨， WGC 原文写的是 around 1/3 of its 10-year quarterly average， 大概是过去10年季度均值的1/3。我们一项一项看，美国 ETF 减少 16.4 吨是净流出，1-2月份累计流入了69吨，但是3月份单月流出了85吨，一个月把前2个月全部抹掉，还多流出16吨。为什么会这样？ WGC 报告把这件事写得非常直接，导火索是2月28日美以对伊朗的一次联合军事行动，市场最初的反应是金价短暂冲高，到了大概每盎司5423美元，然后接下来的剧情完全反转，石油在24小时内涨了 12%， 通胀预期升温，美联储降息预期被推后，美元走强，利率上升， CTA 也就是商品交易顾问基金开始大幅平调黄金多头仓位，机构需要现金，黄金被当成最容易变现的资产卖出去。报告里原文是这样写的，Risk off-selling Operation Epic Fury triggered broad de-risking, likely prompting US investors to raise liquidity by selling winners such as gold。 结果就是3月中下旬，金价从高点累计跌了大概 15% 到 19%， 最低跌到大概每盎司4900到5000美元的区间。美国 ETF 3月单月流出85吨，但是金条金币不一样，美国金条金币这个季度 18.1 吨，同比涨 14%。 报告里特别提到小规格金条1克、5克、10克需求很强， Costco 那种大批量订单是结构性扩张，简单说，散户在买，机构在卖。美国珠宝 13.1 吨，同比掉 44%， 历史记录低点。报告里特别写道，这跟其他市场不一样， Unlike most other regions where higher prices drove record first quarter jewelry spending, the value of US jewelry demand recorded a multi-wide decline。 别的市场珠宝吨数掉，但是价值涨，美国是吨数和价值一起掉。报告里还提到一个长期视角，原文是 The most recent run for gold ETFs began in May 2024, 99 weeks in, holdings are up 1035 TB。Compared with prior cycles, this represents only around 40% 50% of typical cumulative accumulation。 本轮 ETF 的牛市从2024年5月开始，已经持续了99周，累计增持1035吨。但是和历史上典型的 ETF 牛市周期相比，这个累计量只走完了 40% 到 50%。WGC 的意思是，从历史规律看，这一轮的 ETF 牛市还没走完。你需要知道的，美以对伊朗的军事行动没有让黄金涨，反而让美国机构集中抛黄金。原因不是黄金不避险了，而是当油价飞涨，通胀重新上升，美元和利率走强的时候，机构需要现金，第一个被卖的就是涨得最多的那个东西。
这一刻，黄金在西方机构眼里更像取款机，不像避难所。而美国散户的反应跟机构是反的，他们在 Costco 买1克、5克、10克的小金条。你可以做的，你去打开 WGC 的 US Focus 那5页专题，翻到第2页那张3月份 ETF 流量的折线图，你会看到一根从月初到月底一直往下掉的曲线。你再看左边1、2月那2根往上的柱子，加起来还没有3月那一根掉下去的多。一张图就讲完了1个季度。最后再说一遍，如果你觉得这种一份一份带你拆全球一手报告的内容有用，请你现在订阅好投资，打开小铃铛。下一期我会继续给你拆 WGC、Silver Institute、IEA 这一类机构的最新发布，每周更新，全部免费，全部中文。留一个问题给你，如果让你猜下一个季度中国金条、金币这个207吨的记录会被自己再次打破，还是会回落？你的答案是哪一个？为什么？打在评论区，我每一条都会看。最后口播免责声明，以上内容是对世界黄金协会公开报告的解读，所有数据来自 WGC 官方发布，本视频不构成任何投资建议，也不构成买入或卖出的推荐。投资有风险，请独立判断。我们下一份报告再见。